该死莫名的熟悉感。真不去应付一下？江氏刚回国就掀翻了陈氏，现在整个阳城都巴不得巴结你这个小阎王。不少人都好奇，这江大少的尊容到底是什么样？爷爷的面子我给了，我人来了，剩下的与我无关。不是我说你，当初就非要跟那个什么林苏晴出国陪读，结果呢，人家把你甩了，跟了个杨少爷。要我看呢，你就是被那个女的下套了。我只想守在她身边，谈不上喜不喜欢。谁让她当初……是啊，我们都多久没见了？是好久不见，在这儿碰见了。对，最近我们公司的项目已经摸清了。对。你也多多关心，还得仰仗李总怎么样？手段很大，跟这招剑法关系太险了啊！好，他不会拆穿，我赌他需要一个新鲜的替代品，一个长得像林苏晴的替代品。来了，就是他。真是很久不见了呀。陈老您好，晚辈沈西，久仰您的大名。你看那两个女的，这次前来是想寻求和您的合作，不过是个想走捷径的交际花罢了，眼光倒真差，放着贵公子不成，偏偏缠上他程老头。是林苏晴？哇，这也太像了吧！这女人是什么来历？今日前来是想寻求和您的合作。哪里？陈老您看，这是我们最近最新的设计，听闻您这边到了一批新的玉料，不知是否愿意分给我明月一份？沈小姐的设计很有灵气啊，可惜这批料已被江家全额预定，实在无法分让。陈老不必为难，我与燕州相识多年，私下早已确立关系，他一向宠我。陈老您将一些边角废料给我，想必燕州不会反对的。你与江少爷是？江少爷他嘱咐在外不要公开我们的关系，还望陈老见谅。这姑娘胆子也太大了，一看就知道是冲你来的，打扮的还挺有模有样的。明月集团，沈西，有点意思。陈老您看，我出的价格是市场价的 1.5 倍，这些废料在您这儿毫无作用，在我这儿却能盘活整个明月。我女朋友，小姐，我怎么不知道自己多了个你这样的秘密情人？啊！这是我的名片，既然是江少爷的家事，我就不掺和了。沈小姐，你若有什么合作意向，随时到城市找我。她确实和林素琴有几分相似。阳城这么多贵公子都在，你不冒充别人，偏偏打着我的名义，冲我来的。江少爷果然聪明，一猜就中。爱慕你的人那么多，我不过是最主动的一个。跟我走。去哪儿？让你见识一下冒充江家少奶奶的下场。别坏了我们燕州的好事儿，毕竟他很难对一个女人那么上心。让开！要是小溪出了什么事，我饶不了你。小暖，我没事，不用跟来。
别忘了我给你的宝贝，关键时候一定要用上。我回国后行踪隐蔽，除了爷爷的生意伙伴，没人知道。说，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？喜欢一个人，难道不该下点功夫调查吗？江少的喜好，甚至在国外的所作所为，我可是了如指掌。倒是坦诚，说吧，想要什么？房子、车子，还是现金呢？我只要城江两家合作的玉料，分我一半。狮子大开口，你以为我江家的东西是那么好拿的吗？你以为我江家的东西这么好拿的吗？江家家大业大，怎么会舍不得这点玉料？还是说江大少爷根本不能做主，只能在我这里摆摆架子？你想干什么？明月珠宝虽然算不上什么大产业，但我一向乐于助人。但是你今天的所作所为，是不是应该去付出代价？不是说喜欢我吗？跑什么？江少这么帅，我怎么会跑？能被江少如此对待，说出去也是我的荣幸。这算是见面礼，江少还满意吗？满意，就该有点表示。江少，先谈正事，这是玉料转让合同，只要你签了，今晚任由你处置。沈小姐倒是直接啊，把自己看得挺值钱的。我这张脸配得上江少的玉料，虽然你把我当替身，但是只要能完成我的目的，就算当一阵子玩具，又能如何呢？你倒是知道你这张脸的用处。那当然，我们各取所需罢了。你需要一个替身帮忙解闷，我需要玉料来救公司，这很公平。沈小姐，现在可以履行承诺了吗？当然。你放心，这是麻醉喷雾，3小时之后就会失效。江少，谢谢你的玉料，漫漫长夜，好好休息休息。希望下次见面你能聪明点儿。沈西，你有种！好久没有遇到这么有趣的猎物了。没想到啊，你竟然被一个女的用麻醉喷雾给迷倒了。这么多年，我倒是见你头一回吃这么大鳖。少废话，查清楚明月珠宝的底细了吗？查了，明月珠宝以前和你们的江家不相上下，但后来公司一夜出事儿，听说是因为卖假货，背上巨债，老板苏婉被挂上小三的名义，不堪舆论压力跳水自杀，公司一夜之间就垮了，现在全靠沈西一个人支撑，眼看就要撑不下去喽。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，生的孩子。听哥一句劝，你呀，别掺和了，有其母必有其女。他调查林苏晴的资料，有意接近我，
既然他想玩，那我就陪他玩玩。呦呦呦，斗志满满嘛！你想怎么玩啊？他不是自认为顶着跟晴儿相似的脸就能勾引全市吗？这样的女人活该受罪。又来，你就不能有点新招啊？爷爷，我想请您帮我做件事。你母亲的设计别出心裁，没想到小希你也很有才华。当年的事儿实在可惜，都怪你母亲嫁错了人。不过凭你的才华，定能保住明月。多谢程老太，我母亲一生都奉献给了明月，我不会让她毁在我手里的。程老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说出来。沈小姐，实在抱歉，江老爷子刚刚下令，江大少爷签署的所有合同全部作废，这批玉料我不能卖给你了。江少爷，您不能进去啊！江少爷，沈小姐昨晚跑得挺利索，怎么不打声招呼？你来做什么？抓你！哼，程老也在，想必程老已经得知新消息了。江彦舟，你什么意思？合同已经签了，你不能反悔。我江家的规矩就是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不过，我可以把玉料让给你，但是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参与明月的所有项目，全程参与市场运作。我刚回国，正好向沈小姐请教一下做生意的门道。如果你不答应，听说杨氏和张氏都盯着你，我要是稍微推波助澜一下，明月明天会姓什么？你别太过分！江彦舟，你别太过分！过分？比起你昨晚的算计，这算什么？要么答应，要么看着明月破产。我给你选择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但是江彦舟，我警告你，旁观可以，你要是敢碰明月的核心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。沈小姐，既然这样，那这批材料，签。沈小姐，你看看。我信任程老，公司还有别的事。江少爷，请自便。闭好你的嘴。江少，这样做不是害了沈小姐吧？我搞垮一家公司，如同碾死一只蚂蚁。沈西得罪我，就要为此付出代价。上车。现在不是上班时间，我没有义务陪你。绑上来。你们干什么？他们不是我们公司的保镖吗？是的，但他们两个现在是我的人。这位公子是谁啊？是江少爷。江彦舟，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是玩点刺激的。天哪，这是在干什么？他们俩这里是江家的地盘，沈小姐，做什么呀？别再耍什么花样，否则我可不保证会发生什么。好帅呀！既然江少想玩点刺激的，今天的单我买了，江大少请吧。这个女人还真是不知死活。
一会儿出去干嘛？沈小姐，对啊，您来了什，么意思？怎么还是老样子？来过来跳舞。带朋友来玩玩，这边待会儿。不用特殊招待。你什么意思？带着自己的男人嫖别人？快来！江少爷不是想玩点刺激跳一的吗？支舞吧。我这就满足。把人都给我叫出来！很结实的，经理。江大少，要不要一起玩啊？江少，坐嘛，坐嘛。好好伺候江大少，小费加倍。江少，喝一杯嘛，来。这是。这位先生，请不要胡闹。虽然说你是沈小姐的朋友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也敢管我？但就您这个样子，还想攀附沈小姐？我攀附她？你眼睛是不是瞎了？敢调侃本少爷？哼！给我拦住他！这小子竟然敢打老子！你们敢动我一下试试？我就打他！住手！你们这群瞎了眼的东西，知不知道你们打的人是谁？这是江氏集团的继承人江远洲少爷，阳城商会会长的外孙，副局长的表弟。你们竟然敢打他！现在知道怕了。江家少爷，都是我管理失误，你大人大量，不要跟他们一般计较。今天这事，要是让我爷爷知道，江家大少在自家地盘挨了打，你说，你打我的胳膊能保？请少爷饶命，我是真不知道您回国了。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怎么会打您呢？那个女人呢？少爷说的是沈小姐吧？这些都是她带来展示珠宝的模特，晚上来这儿打打零工。沈小姐也担心他们的安全，晚上就让他们住下了。只是这一喝就是一晚上，也不让人打扰。模特保护他们，恐怕他自身都难保。你过来，想保住工作就帮我办点事情。你说，就往沈西的酒里下点东西，让他今晚离不开这。今天的事就一笔勾销。少爷，您这不是难为我吗？这事我们真的做不出来啊！按少爷说的办。还是你懂事。另外再给我找2个人，一并送去他的房间。沈西，看你今天有恶心。姐姐，好久不见啊！我和爸爸很快就回国了，到时候我们一家可要好好团聚了。你们毁了我的家，还有脸说团聚？沈明，你入赘林家逼死我吗？到底是为什么？妈妈放心，我会不择一切手段毁掉那些伤害你、污蔑你、抛弃过你的人。沈小姐，这是您要的酒。帮我安排些人制造舆论，曝光江兖州在酒吧的照片，标题越劲爆越好。我那出轨骗婚的爸要带着他那私生女回来，咱们也不能闲着。放心，交给我。你们是谁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就有问题。沈小姐自己得罪了人，
就别怪兄弟不客气。沈西，你不是喜欢拿着麻醉品吗？我看看你这次还够不够。妈的！沈小姐自己得罪了人，就别怪兄弟们不客气了。你们给我滚！滚啊！哥，咱又不是流氓，咱也干不了这事儿。吓唬得了，咱也得罪不起上面的人。二嫂，给我滚出去！少爷，这不是您吩咐的吗？别让我说第二遍。你们都欺负我，我妈妈才不是小三，是爸爸他不要我们了。沈西，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些？沈西，沈西，放了这酒，我叫人下了药。你们都欺负我，我妈妈才不是小三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会对他产生这种感觉？一定是药物的作用。接近我，无非就是为了江家那批玉料。沈西，像你这样的女人根本配不上我。给我滚出去！别让我说第二遍。是他救了我，他是为了救我受的伤，看来他也没有我想的那么坏。喂，你总算接电话，快看今天的新闻。江氏集团继承人回国寻欢，酒吧斗殴抱得美人归。还能是谁？明月珠宝股价暴涨，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沈西。他利用你炒作，现在预定的单子足以让明月活过来。你呀，又被那个女人给耍了。亏我左一还放了你，谁耍谁还不一定。我和程老签了补充合同，明月集团售出的所有玉料成品以及收入，都归我江家所有。既然他愿意替我省些力气，那就让他折腾。我不是说过不许来打扰我吗？我的酒好像出了些问题。张经理，为什么他们俩出现在我的房间？我可是没少在这里照顾你的生意。沈小姐，
这不能全怪我呀，是江少爷他……这是怎么了？这么热闹？别忘了，这里是谁的地盘？昨天我和沈小姐来这里放松心情，你们就是这样对我的客人吗？都怪这个孙子！对，就是我，喝了点酒，看上了沈小姐，私自给她酒里下了药，都是我们兄弟见色起意，你就是个畜生，跟张经理没有关系。你先回去，这里是江家的地盘，我替你好好教训他。你会有这么好心？我要是没这好心，昨晚就不会救你。你可是抱着我砍了半天，我都没对你做出什么出格的事。那就谢谢江少爷，公司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这2个人就交给你。你的手受伤了，你需要包扎一下。你是为了救我，所以我会负责的。我会去你的公司，让你亲自给我包扎伤口。江少爷，不是你指使我们毁了沈小姐的清白，你现在玩成英雄救美了？这里每张卡里面有700万，今天这事儿你们就把她认下。那女人对我还有用，你们最好别再让她认出你们，否则可不是挨几巴掌这么简单的事。这地儿我还不待了，走。沈小姐要是再问起这事，知道该怎么说。明白。什么？你怎么这样欺负一个小姑娘？张经理状都告到我的头上来了。那个女人惹了我，我当然不会放过她。这公司是小姑娘的，一个小三生的女人，我这么做也是为民除害，是她刻意接近我的，自然要给她点教训。你现在就去重新签订合同。自从你回国以后啊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我们江家人从来不把人往死路上逼。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会帮你。这样做确实有些过分了。去哪儿？听你的，重签合同。师姐，您父亲刚回国就约见了公司元老和股东，看他这架势，是想把明月彻底卖了。公司出事不见他出现，我刚拿到程老的预料冒了个尖，他就按耐不住。他现在人在哪？就在公司会议室，苏晴也在。把他带到公司附近的餐厅，我马上到。江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？我不能来。作为明月集团的合作方，我需要重签合同。江彦洲重签合同，他怎么来了？不行，不能让他再制什么添乱。师姐，喂，师姐，你怎么样了？刚才的撞击声，师姐出车祸了。沈西，你在哪？把车定位发我。江总之，快呀，磨磨蹭蹭的，你想看着他死吗？沈西，撞狠了。哭什么呀？又没撞到你，堂堂男子汉这么哭多丢人啊！
明明是你这个女人开车不看路，差点撞到小杨了。我妈妈说，不开心的时候吃了糖果会都忘了。这个给你。别哭了，堂堂男子汉，哭鼻子多丢人。我妈妈说了，吃了糖果，不开心的事就都会忘了。你妈妈给你糖果也是这样想的吧？以后不要轻易哭。这不是林素琴说过的话吗？她怎么会知道？江兖州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我笑话吗？来看看你死没死，免得没人陪我解闷子。怎么，关心我？我可是听说你把酒吧里那2个人都打残了。那你就应该好好的感谢我。你这脚应该受伤了，我带你去处理一下。那就麻烦江大少爷送我去医院，这车我叫人来处理。不是说演戏吗？为了把江兖州调走，怎么还动上真格的了？这车修起来得花不少钱呢，多心疼啊！姐，我都按你教我的说了，我的新款游戏机呢？少不了你的。那记住，不许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，否则我就不带你出来玩了。知道了，沈西姐姐演技真好，明明脚没事儿，还装崴脚。那个人是不是喜欢那个哥哥呀？小孩子别瞎猜，他是想让哥哥帮他对付坏人呢。坏人？江兖州，你干什么？你放我下来！你不是喜欢调查吗？那你应该知道我跟晴儿的感情。等你把伤养好，我今晚就验一验，看你到底值不值钱。绝不能让他见到林素琴。这面疼不疼？疼。这面呢？也疼。这骨头并没有错位，怎么会疼呢？既然江大少爷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就请回吧。我可是你救命恩人，救了你2次，不以身相许就算了，还赶我走，你不会背着我做坏事吧？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，还要仰仗江大少爷的预料呢，怎么可能背地里做什么小动作？坐下别动，我去给你。医生啊，我的脚伤严重不严重？医生，我这男朋友他从小家境贫困，我陪他一步一步熬过来，没想到他现在发达了，就找了别的女人，那女人有钱有势，
一脚把我踹开。我没办法，就只能用这苦肉计，让他对我多关心关心。医生啊，你就帮帮我好不好？简直畜生！没什么大事，这是维生素，你就当吃了补补钙。你男朋友那边，我帮你瞒着。谢谢医生。那江少爷不如好人做到底，我腿脚不便，还是麻烦您送我回去吧。这可是你说的。走去哪儿啊？就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一条腿蹦得出去吗？江大少爷要是在这里和我做了那些事情，未来的江夫人可饶不了你。哪些事情？可是沈小姐自己亲口说的，你是我女朋友吗？我只是在帮你完成心愿。况且就你这个样子，你跑去哪？我放走过你2次，事不过3，我不会放你走。江少爷这张脸，要是身边没那么多讨厌的女人，嘴没那么恶毒，我也许真的会爱上你。我也爱上你。医生说过，回家要按时服药，要是严重了，影响工作就麻烦了。我还是想做出点成绩的，要不你先去洗澡，等你洗好了我们再来。我都这个样子，肯定跑不了。看样子又要玩手段。好啊，那你可得快些服。你就在这给我好好待着吧，想毁约，我可不给你机会。沈西，你居然敢把我关起来！爸，我看今天和燕州抱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就是沈西，你说江燕州能娶我吗？提什么？我手里可有江家的把柄，江家的儿子只能娶你。一个没娘养的野丫头，偏要在这个时候出来捣乱。这么多年没见，原来你还记得我呀？真没想到，你竟然这么不知廉耻，为了讨好有钱人，明目张胆的勾引晴儿的未婚夫。未婚夫？我可是知道林苏晴在外面喜欢的杨少爷。哦，也对，那杨少爷怎么比得上江家家大业大？你怎么看得上？姐姐，你这么爱窥探别人的隐私。也对，姐姐的妈妈死得早，缺了教养。你们林家人还真是不要脸。我妈妈要是活着，还轮得到你们在这里耀武扬威吗？沈明，你拿着前妻的钱去讨好别人，现在竟然还带着小三的女儿在这里说我不要脸，你好意思？姐姐，我知道你嫉妒，如果你需要帮助，我可以让爸爸给你一笔钱啊，足够你生活。钱？我妈妈的命不是你们这点臭钱能弥补的。沈明，你欠我，我会一点一点讨回来。别忘了，明月还有我的一半，我已将全部的股份转让给苏晴，你给我老实些。我已经跟江氏合作，你要是逼我，
我不介意让他知道当年救他的是我，还是他林苏晴。以他的性子，就算再喜欢林苏晴，还会娶她吗？哼！爸，他不会说出去吧？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他说出去也没有人信。你赶快跟那个洋人给我断了，牢牢地抱着江家这棵大树。沈西，你居然敢把我关起来！我也是看了你们明珠的信誉，在阳城数一数二，这合约，就这么定了。那我还得替我的夫人感谢您的信任，我和苏婉以后还要仰仗您的提携。哎呀，说这个家庭这么和和美美，我很感动。前不久，我的儿子儿媳因车祸葬身，就留了个孙子，在我身边。因为这个事，就得了自闭症。燕冲呢？少爷，你快回来！妈妈，都怪燕仲非要吃糖果，不然你们也不会离开我的。好疼！别哭了，堂堂男子汉，哭鼻子多丢人。我妈妈说了，吃了糖果，不开心的事都会忘了。你妈妈给你糖果，也是这样想的吧？妈妈，妈妈！哎呦，燕仲，你怎么了？啊！哎呀，燕仲，你醒醒！燕仲啊，你醒了，你可把爷爷吓坏了。爷爷，那女孩没事吧？我害了爸爸妈妈，我不能再害了她了。女孩没事，燕仲，你乖。等那女孩病好了，沈叔叔带她来看你，那时候啊，要当面向她表示感谢哦。原来她是沈叔叔的女儿。当年宁素清冒死救下我，我陪在她身边多年，当妹妹照顾。可当初的事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这沈西，燕州，是我回国了，我好想你。苏晴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燕州，我好想你。我爸爸已经打算回国发展了，以后我们不会再分开了。那个男人呢？我只是想拿那个男人气气你，没想到你却回了国。你会原谅我的，对不对？直到离开后，我才发现我早就喜欢上你了。我们不要分开了，好不好？说什么呢？我的命都是你救的，怎么会怪你？对了，沈叔叔之前在国外一直是他照顾我，回国后我还没有当面感谢他。我爸他，燕州，我爸刚回国就遇到了棘手的事情，他想做生意，爸爸买下的那家公司只给了一半的股份，另一半迟迟不撒手。放心吧，既然你和沈叔叔都回国了，我一定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们。沈西，
我看你拿什么和爸爸斗。程老爷子，您来了，快请坐。这是一批玉石材料，兖州知道你急，让我派人先给你送过来。既然合同已经奏效，程伯伯您的玉料也已经送到，我会立刻安排工厂那边按步骤进行切割。这次还是多亏了您，帮助我们履约渡过了难关。沈西，程伯伯不必推脱。眼下还有件事需要程伯伯您帮忙。你是想知道当年你母亲的事？本来不急着调查，没想到沈明突然这么着急回国，这件事不得不立刻拿到桌面上来谈一谈。这事儿，当年江老爷子曾经提过。当年江家刚刚起步，承包了所有的玉石供应，经常与你母亲来往。出事后，本来舆论是向着苏婉的。结果，因为江小少爷的一句话，让您母亲到死，还背上了第三者的骂名。媒体向来向着弱势，自然就放过了你父亲。一句话？什么话？江兖州他说了什么？可惜你要理解，现在江家势力你也知道，有些话我也不能对你说，你得亲自去问江老爷子。这样，我给你写个电话。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谢谢你。难怪那年我怎么解释都没人相信我母亲不是小三。原来这件事跟江家有关系。江爷爷，您好，我想了解一下当年沈明和江家合作的事情。你是谁？你和沈明有什么关系？江爷爷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我是沈西，苏婉的女儿。老爷子，沈明刚回国，沈小姐就要见你，她是不是别有目的啊？这沈西想借助我们江家的势力复仇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况且我们江家也欠了他的，你备好茶水，让他如常赴约。是。这本是我看好的姻缘，可是事与愿违。这老爹作恶多端，两个女儿也要为此付出代价，这债也该清了。沈小姐，我家少爷脾气不好，若有得罪的地方，您别介意。谈不上得罪，他可是我的贵人。那就好，请。老爷子，沈小姐到了。江爷爷，您快请坐。小溪是晚辈，怎么能让您起身来接我呢？哎呀，小时候看着你机灵能干的，没想到你长大了更加不得了。哎呀，
这手段是信手拈来呀。江爷爷，您说笑了。有的人的商业手段是为了害人，而我只是为了保住我母亲的心血。况且和江家的合作，我也没想过要瞒着你。那你说说看，你接近燕州是什么目的呀？还能是什么目的？当年江家是明月多年的合作伙伴，既然分毫未损就可以脱身，我的手段只会落在曾经伤害过我的人身上。江爷爷这么问，不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，心虚了吧？江爷爷这么问，不会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，心虚了？我就喜欢你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。我为了江家利益，还是付出了代价。不过像我这把年纪，你还跟我这个老头聊得来，我很高兴。江爷爷，您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江家从来不怕人挑衅，就怕我走路的时候被人使绊子。江爷爷走的路是大路，怎么会有那么多小人拉你下水？当年的事，即使江家没有亲自参与，怕是也在背后推波助澜。我今天来，就是想听江爷爷您亲自讲当年发生的事情。对，你救了燕州，就是我江家的恩人。我对不起你和你的妈妈，这就是我的一念之差，才造成了今天的悲剧。沈明，我是看在苏婉在阳城这么多年的信誉，才跟你签下这份合约。你竟然将我的玉石换成石头，而且还跟林家人独吞利润，私自办理公司，我算是看错了你这个人。江老爷子，明月现在出现大量假货，已经撑不住了，而且很快就会追究货源渠道。要是我们签的合同曝光，您怕是有嘴也说不清楚吧？沈明暗地里调换了我们供应的玉料，卖给客户。事情败露后，他不仅不认错，还想拉江家下水。也只能暗中试探，找回余地。你想怎么办？老爷子，苏婉设计师不堪舆论，留下认罪书，跳河自尽了。明月现在乱成一团，记者现在堵在江家门口，要一个说法。错都错了，况且现在人已经死了，只要你我联手，把这个罪名推到苏婉一个人头上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我吧，落下个好名声，你也保住了江家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你抛弃妻子，背叛明月和生意伙伴，我江家可不会跟你同流合污。别着急否定我，您孙子可不是这么想的。燕州，林女士，请你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。是，正面回答一下就可以。问题到底是怎么看的呀？夫人，听话，这么做，爸就不会要沈西那个贱丫头。只要你能骗过江家那个小子，以后你想要什么，江燕州都给你，你爸就会和我。林女士，苏婉设计师自杀是因为你出轨她的丈夫吗？回答一下吧，请回答一下吧。胡说！赶紧给我滚！请回答一下吧。是这个女的勾引我爸爸。林女士，林女士，你当时的女儿跟苏婉女士的女儿是真的吗？相差几天？你问你是多久认识沈先生的？是您害死了苏女士，想借机贪污财产。回答一下吧。苏女士自作自受。说什么呢？我们林家会看得上那破公司的财产？回答一下问题。回答一下吧。律师，苏晴，别怕，爸爸在。原来沈叔叔的女儿叫苏晴啊！上次你救了我，这次换我救你。快看看，是江家小少爷！小少爷，拍下来，拍下来。那个苏婉死不死，关小晴的妈妈什么事？我家与沈叔叔相处时间很久，苏晴一直说她的妈妈和爸爸很相爱。小少爷，你们这些人不用乱嚼舌根。那个苏婉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小少爷，燕州，快录下来。你怎么这么说啊？爷爷，他们都是坏人。再回答一下吧。他们欺负沈叔叔，你不能不管。沈叔叔的女儿救了我，
我还没感谢他呢。你是这样认为的？燕州才打开心结，若是知道救他的唐国姐姐没抢救过来，估计自闭症会再次患上。我这也是为了燕州好。我和祝之的女儿与小溪一般大，你若是帮了我，我就让苏晴顶了这个身份。你威胁我？好，为了燕州，我帮你，你立即滚去海外，事态平息以后再回来。现在苏婉、小溪已死，事已至此，就此结束。从那以后啊，世明就带着林家母女去了国外。我的孙子傻乎乎的以为是林苏晴救了他，傻乎乎的跟着出国去陪读。小溪呀，这些事都是你父亲告诉我的，说你已经死了。不然呢，我也不会为了燕州把这个事给掩盖过去的。这么说，都怪我当初救了那个人。我要是知道当初救下他会造成这样的后果，我愿看着他去死。既然江燕州以为是林苏晴救了他，那就让他认下吧。我不会再提起这件事，也不会原谅江家。小溪呀，我们江家愿意赔偿你，只是你跟我们签的这份合同。不必了，有的事情没了就是没了，死了的人也活不过来。沈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当初你可是经常带着我妈妈来这儿，怎么，现在换成带着女儿来了？沈西，今天爸可是带我来谈和燕州的婚事，别想占便宜，不然我让你和你的贱妈一个下去。这一巴掌是替我妈打。沈西，你找死！刚才还抱着我，现在就换成林苏晴。看来我这个替身确实没有作用。对了，你们才是一家人。不过江燕州，你最好看住林苏晴，别让她像她母亲一样坏事做尽，给你戴绿帽子，吞掉江家的财产，你还浑然不知。燕州，她污蔑我，就是这个女人一直在欺负我父亲，背后给我们使绊子，还抢走我爸买给我的公司股份。她和她妈妈一样，就是个小三，破坏我家庭的小三。燕州，她就是想抢走你的财产，我不在乎的。今天我们是来谈婚事的，爸爸妈妈都在那儿。林苏晴，你当你和背后那个洋人的事我不知道？我只会照顾，不会去。燕州，我救了你，你也要帮我父亲。你要什么？我要明月集团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他好过。既然你想做生意，我就把明月集团送给你。除此之外，爱莫能助。那个苏婉死不死，关小晴的妈妈什么事？我家与沈少爷相处时间很久吧？小晴一直说她的妈妈和爸爸很相爱，你们这些人不用乱嚼舌根。原来是你，怪不得我怎么解释，他们都咬死我妈妈是第三者。也对，你江家势大，你江家少主的一句话可比我有说服力。
不是说装装样子吗？怎么还真崴脚了？假戏真做，也不用这么拼吧？来得太着急，摔在楼梯了。这马虎，算了，没事，你有我呢。走。老娘，他怎么来了？这是他家的地盘，说是来打个招呼，结果赖着不走了。对了，公司的事怎么样了？新的一批订单可都到手了，珠宝得赶紧做出来了。还有你爸呢？当初我母亲留给我们1人1半的股份，他全部给了林苏晴。我绝不会让我们公司落入仇人女儿的手中。有事说事儿啊，别耽误我和我未来小舅的下象棋。哥哥，该你出了，你快输了！泡妞还泡上带孩子，给我找出沈西的位置，立刻马上。将军，挂了啊！废话少说，我要买下整个明月集团，立刻给我查清他所在位置。将军，啊，你不用查了，沈西就在我这儿呢。你记得来的时候。喂，挂的真快。来，继续。哟，回来了。郑少爷怎么自己在这儿玩，也不安排下面的人陪着？沈小姐这是失恋了，要不要我给你搞点花的玩玩？小杨出去透透气，姐姐慢慢玩，我不打扰。小兔崽子，别跑太远，注意安全。经理，把咱们厂里新到的硬通货都叫来，让沈小姐长长见识。这都什么玩意儿？下去！等等。等等，这就有问题。沈小姐自己得罪了人，就别怪兄弟们不客气了。我说呢，那天我房间怎么会突然进来一些人？原来是不知什么时候得罪了郑大少爷。小喜，怎么回事？那天我的酒里被下了药。差点被2个人猥亵，其中一个男人就是他。郑文，你也太不是东西了吧！徐暖，你别生气，是燕州要我调查你的身世，他发现你是小三的女儿，他气不过，就想找人教育你一下。后来江老爷子实在是看他比较可怜，就把他安排到了我这儿。这事真跟我没关系啊！这么说，是江燕州安排的？沈小姐，你当初帮助的那些模特都是我的兄弟，当初都是江少爷他胁迫我，让我在你酒里下药，然后毁了你的清白。我们兄弟几个没有办法，事后吓唬吓唬你。没想到，你个人玩了出英雄救美。第一次见这么不要脸的人。这是江少爷当时给我们的钱，里面有2100万，我们拿着也不安心，可是一分没动。
这为虎作伥的事，谁乐意干谁干。我还真就看不上那孙子了。江晏舟果然跟那林苏晴是一路货色。小鹏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这是你认识沈西？我不认识不认识沈西姐姐。带我去找她。你是不是耍我？我可能是忘记了吧。喝起来！啊，沈西姐姐不在里面。沈西，你没有男人是活不了了吧？江晏舟，你来做什？我在干什么？与你无关吧？姐姐，我答应过你和沈西姐姐，什么都没说，是她自己找到的。你们原来是一伙的。沈西，你勾引男人的方式还真是费尽心机。看来林苏晴没少在你面前说我母亲。你还待在这干嘛呢？我只不过是个替身而已。你喜欢的人他已经回头了。你在这儿，我们施展不开啊。好啊，那就让我看一下沈小姐平时是怎么玩男人。好，那就让我看一下沈小姐平时是怎么玩男人的。现在不是营业时间，郑老。晏舟，别说了。沈西，我们走，这破地方我们还不待了呢。哎，走。你接近我不就是为了御神？现在御神刚到手就暴乱人心。我警告你，银月集团虽然算不上有什么市场价值，但是为了博苏晴一笑，我不介意再砸点钱。我们只是合作关系，如果苏晴想要明月，你让她来抢啊！沈小姐，这是我们当初签的。我现在代表江氏将你玉石收获。沈西，忙活半天卖出去的单子却没了玉石，全都是给我江氏做了嫁衣。你今天要是不把明月集团另一半股份卖掉，明天公司的资金就流转不开。江晏舟，原来从一开始我接近你，你就是算计我。你别以为攥这个合同就能拿捏我。我既然能够盘活明月，就能让它存活下去。没了江家的预料，你那些订单拿什么兑现？违约金。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，只要有我在，我也不会把本想和你好好谈，买下明月，给你另起公司。可我怎么看见你和别的男人亲热，就控制不住了。江晏舟真是好手段，竟然背地里增加了储备订单。现在违约金的数字越来越大，明月的资金快跟不上了。西姐，江少爷带着林苏晴来了，说是要参观公司，还带了不少媒体。好，知道了，出去吧。
妈妈，我不会让你再输第二次的。林女士，再说两句吧。林女士，燕州，你看这些设计，真是平庸又俗气，难怪明月坚持不下去，还是得靠你才能起死回生。林小姐刚回国，对国内的珠宝行情还不太了解。这些设计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半年后，还得多亏江少爷。沈小姐能力出众，明月有她才是前途无量。我和苏晴就亲眼看着，这笔订单能给公司带来多大利益。你明知道他和林苏晴是死对头，还给他公开撑场面。他越折腾，明月就越有价值。等他走投无路，我便出手收购，不是更划算？你确定只是为了收购？你上次在酒吧救他的时候，眼神都不一样了吧？自从接触这个女人，我总会克制不住的想去接近她。明明她让出明月，我会给她一笔钱，让她不用工作，天天陪着我。可这女人，非要保着这个破公司。这个疤。哎，要陷进去了。妈妈，都怪燕州非要吃糖果，不然你们也不会离开我的。小希！别哭了，堂堂男子汉哭鼻子多丢人。我妈妈说了，吃了糖果，不开心的事就都会忘了。你妈妈给你糖果也是这样想的吧？燕州，你醒了，你可把爷爷吓坏了。爷爷，那个女孩没事吧？我害了爸爸妈妈，可不能害了她呀。女孩没事，燕州乖。等那女孩病好了，沈叔叔就带她来见你。到时候啊，要当面向她表示感谢哦。原来她是沈叔叔的女儿。沈明有2个女儿，难道当年救我的不是林素琴？喂，燕州。林素琴，你在哪？我有件事想问问你。我在家呢，燕州。我在家里学习怎么管理公司账目。我在家里学习怎么管理公司账目。We are the children.
燕州，先不说了，我有些头痛，等明天我去老宅看望你和江爷爷。We are the true love。江大少爷，我说过不会放弃明月，你现在这样一言不合来我家，难不成软的不行，想来硬的？江彦州，给我放尊重点！我现在可不是你的替身。可惜，别说了。既然要顶替他林苏晴，当然得弄个一模一样的伤口。江大少爷不会以为当初是我救了你吧？我可是你口里小三的女儿，这是我家，江少爷还不赶紧离开，你的林苏晴该想你了。沈西，我欠你的一定会还给你。你欠我，你欠我，我会自己讨回来。爸，怎么这么快就要谈婚约啊？我不想结婚。昨天海外集团的股市被人恶意攻击了一夜，亏了几千万。你赶快把婚事给我定了，让江彦州给我填上这个窟窿。沈明啊，小晴丫头，江老爷子，你们一路辛苦了。如果你们是想找彦州商量公司的事，我也不知道这小子去哪儿了，那就改日再来吧。哎，江老爷子，江老爷子，这次特意来扰，上次闹得有点不愉快，这次特地找您赔罪，顺便呢商量一下晴儿和彦州的婚事。是啊，江老爷子，晴儿和彦州从小就有婚约，现在孩子也大了，也该把婚事定下来。婚事，这彦州已经长大了，就听听彦州的主意吧。现在不像以前老规矩，我们长辈要听小辈的意见。江爷爷，彦州说过会娶我，当时拒绝彦州是因为我学业未成，现在回国发展也是为了可以和彦州天天在一起啊。彦州这么久还没回来，现在这孩子关心可重了。这样吧，等他回来，我亲自问问他吧。江老爷子，你可别忘了当年的事儿，我是有证据的。如果我们做不了亲家，我不介意把这个事儿公布于众，到时候你们江家的名誉怕是要受损吧？证据？你说挪用资金造假的证据，还是陷害苏婉的证据？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还是急促了一点。这事儿我没说不同意啊。我说改日再议吧。爷爷，爷爷，这门亲事不用改日再议，我会娶苏晴。你苏晴救过我的命，我一定会报答她。你早知道了？没有早知道，昨天晚上才知道。既然知道了，为什么还要娶姓林的丫头？我们江家不要这样的人做孙媳的。爷爷，我想帮沈西。你做的这些事，伤不到小溪的。真的伤到小溪的是你说的那句话，因为你这句话，明月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知道，
以前那句话毁了他母亲的一生，也毁了明月。我现在娶林素琴，就是想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你有这个心思是好，但是小溪是个烈性子呀，他不一定会领这个情。我不求他领情，只求能还素婉阿姨一个清白。这江堰洲是疯了吗？不仅要和林素琴结婚，还要彻底收购明月。程老那边备用玉料联系到了吗？联系上，但市场价格高了3倍不止，甚至还要全额付款。这里面有一些钱，明月虽然钱不多，但总归给你少点压力。谢谢。江堰洲，你还真是难对付。咱们这个季度啊，还是得需要再补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陈总，现在公司订单量高出库存，江家还在大量收购玉石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公司即将支付巨额的违约金，公司还会破产。不如趁现在公司还有价值，直接卖给江氏算了。对，江少说了，只要我们愿意出售，他会给我们丰厚的补偿。明月是我母亲的心血，我绝不会把它卖给害死我母亲的帮凶。希姐，郑少爷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是来替江堰洲说服我出售明月吗？我是来帮你的。这里面有沈明当年转移明月资产的证据，他能帮你扳倒沈明，还能让你保住明月。你为什么帮我？就当是为了许暖吧，当个盼头。你是不知道，只要他不开心呢，我是天天睡不好觉。哦，对了，玉石那边我也帮你联系好了。沈西，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看好你。同样的坑，我不会再踩第2次。你回去告诉江堰洲，U 盘收下。这玉石，我要是拿不到，一定会拉江战下水。U 盘收下了，名片给我扔回来了。不识好歹！堰洲，你竟然帮沈西！林小姐已经怀了1个月的身孕，出现不是很正常。你才刚回国，你告诉我怀的谁的孩子？你是不是又去找那个男的了？爸，我们不就是为了骗江家的家产吗？你有什么资格打我？你当初不就是为了骗我妈的家产，逼死了前妻吗？我和你能一样？我告诉你，要么就让江堰洲认下这个孩子，要么
就把孩子给我打了。现在海外公司再没钱支撑，你们林家可就没价值了。我们林家，爸你可别忘了，你可是林家的赘婿，离开林家你什么都不是。当初你利用我妈害死苏婉，出国后又背着我妈去外面找女人，你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你不是说有事跟我说的吗？燕州，我怀孕了。是不是和那天那个男人？你都知道。想让我认下这个孩子，骗取江家的财产，补贴海外的公司。你怎么都知道？沈明在海外的公司是我做的，他用那些见不得人的手段，我当然要还给他。林苏青，你喜欢谁我不是不知道，我也不在意，但是你一直骗我。今天你要是把实情给我说出来，我可以放过你，但是沈西的事，你还欠我一个交代。你知道当初救你的不是我，却还要和我订婚。你攻击我林家在外面的产业，却帮着沈西。江燕州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深不可测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深不可测了？林小姐，如果你不帮我求得沈西的原谅，我不介意现在就曝光你出轨我江家。你说，林氏会不会和当年苏婉一样，有嘴说不出？你想怎么做？把明月另一半股份卖给江氏，我会和你取消婚约，然后把你送回国外。但沈明走不了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是你要保证放过我妈和林家剩余的产业。你没有资格和我谈条件，要么照做，要么你知道下场。明天中午，把你知道的所有证据全部交给沈西，否则，这录音和照片将会出现在影展所有媒体的头条。江映城，直到今天我才认识真正的你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是我没想到你知道真相后会这么无情无义。你现在可以滚。这确实是当初的证据，但是还是不够。怎么就你自己？江彦州就不怕你在我地盘被人撕了？姐姐，我想跟你谈谈。我不是你姐姐，我没时间在这儿陪你演戏。我爸沈明独吞江家那批料的证据，我有。这是爸爸当年转移明月资产的银行流水，还有他陷害苏婉阿姨的聊天记录。你沈西，对不起啊，当年我妈也是太爱爸爸了。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弥补不了什么，但我妈也受到了教训。可是你妈妈还活着，我妈妈却永远的离开了我。姐姐，我会帮你扳倒父亲，但你要注意江彦州在背后的动作。他跟在我身边很多年，但我现在才发现，他这个人心思深沉。江彦州这么多年来这么疼你，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我还真是感到意外。他根本就没喜欢过我，
我曾经对他很好，但他也只是躲在我身后观察我的动作。后来我爱上了别人，他也毫不在意。沈西，我顶替了你的身份，但也当了他这么多年的恩人，他却在背后算计我。你就那么笃定，他不是为了毁掉我爸在江家的把柄才帮你的吗？帮我？我今天来就是受他威胁。我手里明月的股份已经转给了江彦洲，现在明月的情况他迟迟不动手。姐姐，你猜猜看，他是为了帮你，还是他自己？就这么放他走了，太便宜他了吧？你不是收到他出轨的证据了吗？那张图片是别人匿名发给我的。对了，徐诺，郑文为什么会突然来我会议室？哎呀，郑文跟我说想帮你，我看你最近为了公司毫无头绪，就答应他了。不过说来他也奇怪，那证据他说拿出来就拿出来了，这江老爷子再怎么和郑家交好，也不至于好到这个地步吧？徐暖，我们得在处理沈明之前，先对付江彦洲。我怀疑他想吞并明月，以掩盖江家的罪行。已经照你的吩咐，把林素琴送到机场。他说他再也不会回阳城了。还有，沈明那边已经察觉到了消息，正在转移国内的资产。通知下去，立刻冻结沈明在国内的所有账户，不能让他跑。对了，沈西那边拿到了证据，为什么迟迟不动手？还有，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全部的真相告诉他？眼看离交货期就剩1天了，他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去买新的浴池？安排江家的人准备一批与明月新品一样的款式备着，以防万一。这个女人不到最后是不会接受我的帮助的。另外，我们还要做好双重准备。Camero Sino 公司，海外视频，林素琴要搞什么鬼？你是谁？你可以叫我 Thomas， 也可以叫我苏晴的男朋友。你就是林素琴喜欢的那个外国佬。沈小姐，苏晴和我说过你们很多的事情，我为表遗憾，这次通话也是为了帮你脱离困境。我在中国认识很多朋友，其中有一个正好做玉石生意，如果你愿意相信我这个妹夫，就看看。妹夫，欢迎来参加我和苏晴的婚礼。但你为了报答我，我希望沈小姐，可以让那个令人讨厌的岳父不要再来打扰苏晴和岳母的生活。拍卖会。这是明月最后的希望。江彦洲，你以为就你找得到？不过，倒是小瞧你了。接下来这件拍品，冰种翡翠原料，质地细腻，起拍价500万。800万。这么多啊！江彦洲，你故意的，搞垮明月对你江家到底有什么好处？我只是想帮你，明月缺的这块料，我帮你拿下，就当是送你第一件礼物。你把我逼到这个地步，现在还来羞辱我，我不需要你的怜悯。1000万。沈西，你有钱吗？按照明月现在的内部亏空，你有1000万，1500万，2000万，2000万一次，2000万2次，其实价值没那么高。成交。你有这么多钱吗？又找到新男人？怎么，又找到新男人？江彦洲，这次还多亏了你的福。上次你托人害我清白，可是你没想到
被我遇见了。我本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，没想到你就是个畜生。不过还是多亏了你，让我可以拿到这块料，彻底挽救明月，而你也彻底失去了拿捏明月的机会。少爷，为什么非得选沈小姐？喊到2000万的时候再给，再低一些，不是更能帮助沈小姐？都散了。不把他的钱花空，我不是给自己自找麻烦吗？这么做才像个男人。不过下次打我能不能打轻点？这些元还不都是我给你交？两手准备，我呸！你说的好听，就你那点破事儿，沈西全都知道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就算你把钱亲自送到人家家里，都得被赶出来。还两手准备？哎呀，能不能？能。那钱我都给了沈小姐了，里面一共2100万，我是一分没动。郑总当时也看着呢。卡确实在沈西那儿。林苏晴，我要你帮我做件事。沈西现在只信任你，只要你是真心的，我愿意帮姐姐。我要你帮沈西以报复我的名义，给他一张拍卖会的邀请函。给他一张拍卖会的邀请函。你费尽心思办的这场拍卖会，就是为了帮他。既然想帮他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真心？他自己造的孽，活该。现在还有一个人没处理。你要是不帮我，我就把当初的合同曝光，你和江燕洲一起算计我，还让我女儿偷我保险柜的证据。我死了不要紧，但我死了也要拉上你垫背。我江家没有做过任何错事，你以为调换玉石的流水转到海外我就查不到吗？只要我把这个你重婚的罪名，以及你做的那些恶事，足够让你在度过人生。江燕洲，把证据给我，我就放了这老头。你放开我爷爷！沈明，你杀了我必死无疑。如果你接受惩罚，或许还有未来。我欠苏婉母女很多。燕州，别管我，他不敢杀我的。给我撤！我要撤！我不会杀了你爷爷，我也不会坐牢的。我来之前已经买了出国的机票，只要我到了海外，你们就奈何不了我了。走，退，退，往后退。走，你别乱来啊！你别乱来！老实点啊，安分点。往后退，对，安分点啊，安分点，往后退，往后，往后，安分点。退。爷爷，你没事吧？快报警！要给小希个交代。沈明涉嫌贪污公司，入室杀人，诬告陷害，现在正在去机场的路上，希望警方可以协助。哎呀，爷爷，爷爷，快呀！今天是明月的发布会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呀！哎呀，爷爷，爷爷。这次的涅槃灵感来源于绝境重生，就像明月，历经风雨也一样能够绽放光彩。新一批的玉锭已经全部交付，让我们恭喜大家一起共度难关。好，
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好，是啊，不错。各位媒体朋友，这是江氏集团盗窃明月设计的证据。江家少爷江彦洲曾争夺我们的玉石，又偷盗明月的内部手稿，其公司作风极差。这次我将追究事件的全部责任。听说江氏集团曾透露出想要收购明月，是不是因为曾经也这样对待过明月的上一任总裁苏婉设计师？对呀，让那个苏婉明明为自证清白，都跳水自杀了。对，你没有看到新闻上正在抓捕的那个嫌疑犯吗？就是那个什么，叫沈明。对，证据都被警方查了，而且贪污了明月合作的预料替换，还抢劫江家。这沈明是苏婉的前夫，沈明重婚又骗婚，还污蔑设计师是第三者。这沈西又是他们的女儿，快拍快拍！这次珠宝界该改朝换代了。沈明，我还没处理他，是谁动的手？水姐，如果这样可以让你放下过去，我愿意跟你做。所有抄袭相关损失，江氏全部承担。我在这儿向沈总和明月集团道歉。 그대를 처음 본 순간 Love is feeling 시간이 멈춘 듯 그대와 함께 사랑하고 원했죠 Love is my pain 사랑을 더 할수록 Love is my pain 妈妈，我们终于大仇得报了。沈明的罪行已经被公之于众了，你不是小三的事情也已经真相大白了，我也保住了明月。妈妈，我好想你，可是我就是开心不起来。沈小姐，这是我们当初签的合同。 不妨再仔细看看。我现在代表江氏将玉料收回。沈西，你忙活半天卖出去单子，却没了玉石，全都是给我们江氏做了嫁衣。你今天要是不把明月集团另一半股份卖了，明天公司的资金就流转不开了。江彦洲的手段了得。 我的每一步计划都在他的算计之中，他怎么可能留下那么大的圈套给我？我该不该相信他？妈妈，你也认为我该放过江家？我知道答案了。犯罪嫌疑人沈明，现在依法将你逮捕。走，走，快走！
沈西，你不觉得这样做自己太过分了点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江彦洲背下了那么多你设计的珠宝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怕你不接受他的好意，怕你买不下拍卖会上的那些玉石。拍卖会是他帮忙举办的。你以为林苏晴那远在天边的杨少爷有多大本领？还不是彦州他亲自为你布下的局。他为了照顾你的尊严，雇了一帮子演员在那儿陪你演戏，还有你手里那3张卡的钱，他一清二楚。沈西，到了现在了，你还没察觉到吗？江彦洲他喜欢你。沈明，也是他帮我处理的。他知道你需要一个发泄口，也想借此机会让江家承担责任，为以前的事赎罪。沈西，自从他在生日宴上看到你的第一眼，他就喜欢上你了。他从没喜欢过林苏晴，而你却一直把自己当做一个备胎。到你了。他怎么来了？江彦洲，如果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救你的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以前发生的错，不能再发生一次了。老爷子，现在外面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，咱们江家这次的难关怕是顶不过去了。唉，我愧疚了半辈子，今天坐在这里，百感交集。我们江氏以信誉为重，毁了这么一个好的设计师，江氏集团就毁在我的手里，这可是血的教训。江爷爷，我不会让江氏集团毁在您手里的。首先，我代表彦州，向他对你的所作所为表示歉意。但是，这件事我认了。一个人对他的行为必须承担后果。江爷爷，我们两家的事一笔勾销。我父亲，他才是那个该付出代价的人。我今天来不是兴师问罪的。那么，你谅解彦州了？您看合同。这就是彦州给你签的霸王条款。霸王条款？我已经将明月这次所得的收入全部打入了江家账户。这份合同上写着，明月珠宝所得的利润全部归江氏所有。这样一来，江氏就不存在抄袭。你明月才刚有点起色，这样一来，你不得重新开始？我原谅了江家，但是也不会自断后路。江彦州他已经购买了我母亲留下的一半股份，等他醒来就会将股份转让给我。我就当这次是用这笔钱购回我明月股份，我们谁也不吃亏。哎呀，没想到这个小姑娘这么聪明啊！彦州，她是有生意头脑，但是我看你想的不比她差。可是他要是醒不过来，我就只能吞掉江家了。江彦州，一定要醒过来，我还有账没和你算。许暖，别管我，我没事。
心，你要和我算什么账？江兖州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沈西，从生日宴上你接近我开始，我就控制不住自己想要接近你。我以为是新鲜感，但当我知道有别的男人靠近你的时候，知道你为了求得我的关心，故意假装歪叫我会开心。沈西，你是不是喜欢？你说我对你到底是不是喜欢？我有笔账，你还没有找我还呢。江大少爷，你都伤成这样了，还不老实！你晕倒在我这儿，我可不会送你去医院。沈西，这次我不会再放你走。江兖州，动作这么大，不怕扯到伤口吗？怕，但我更怕你再跑。沈西，我欠你的不只是母亲的清白，还有10几年的错误。你当年一句话，让我母亲背负骂名，让明月濒临破产，这笔账怎么算？刚睡了我就签合同，和哪个坏男人学？这可是为你江大少爷量身定做的，签了它，我就原谅你之前的所作所为，接受你的感情。我妈妈的心血还是要收回来的，不然万一你哪天变了心，我总不能拿着半个明月对付你吧？怕什么？你不是刚和爷爷放下狠话，说要吞下整个江氏吗？想要明月的另一半股份也可以，嫁给我就签。我知道我过去做了很多错事，我不奢求你可以立刻接受，但是我想守在你身边，守着你和明月，就像你小时候守护我一样。这是什么戒指？这个是我按照当年你救下我的场景设计的戒指，叫糖果回忆。当我知道你就是救我的那个人的时候，我就画下了这个图纸。